女人有了身孕，她的丈夫为她准备了一份惊喜。他原本计划在停车场向她揭晓礼物，但转身便注意到了悬挂的摄像头，于是男人只得带她进了消防通道，直接就是一巴掌，将女人打倒在地，随即又是狠狠的几脚踢在女人的肚子上。一般人都忍受不了这种对待，况且女人还怀有身孕，男人却似乎漠不关心。他怀疑孩子可能不是自己的，他们之间本就无感情之机。男人是韩国巨山电子集团的少东家，女人是炙手可热的明星韩志远，一个渴望通过婚姻分割财产，另一个希望借助明星效应提升业绩。因此男人自然而然赢得了父亲的赞许，并顺利成为了集团的社长。女人以为只需忍耐几年，等老父亲过世就能分得自己的那份财产。出乎意料的是，一直不问世事的大姐在家庭聚会上带回了一位检察官出身的姐夫。这男人不仅颜值高，在律师圈的成就连老会长都有所耳闻。这位响当当的检察官辞职加入了集团，大姐夫的到来让这位二少爷感到了危机，也使得家庭聚会变得不再自在。但会长早已对他在法律界的成就推崇备至，如果他能加入集团，无疑将如虎添翼。男人口头上说想将权力转化为金钱，立志在韩国拥有像老会长一样的地位。老会长认为女儿眼光不错，不知道的是，眼前这个男人正是剧中的主角。他利用女儿进入集团，仅仅是为了替父亲报仇，正是他导致女主角被打得始作俑者。他的目标是撼动整个集团。他将一个远在美国的证人诱回韩国，这人是老丈人以前的司机，对当年的事情了如指掌。但是刚一抵达停车场，一接电话，那老人就被人从车上抓走了。他立马采油到200迈的速度追赶，但韩国财阀家族的势力众所周知，他们怎会让一个检察官肆意妄为？这场追逐不仅未能找回线人，自己也差点丢了性命。正当他束手无策时，巨山电子集团遭受了破坏性的打击。会长携社长儿子前往青瓦台出差，一向高调的行程意外出了岔子，直升机尚未抵达办公楼上空，飞行员突然感觉不适，失控的飞机猛烈撞向了信号塔，飞机冲出数百米后坠入大海。韩国顶尖企业的高层遭遇了坠机事故，这一事件立即成为了媒体的焦点。但男主角车宇赫却高兴不起来，他不能接受仇人如此轻易的去世。幸运的是，会长并没有立即死亡，他还在进行手术。机长和副机长没那么幸运，他们当场死亡，但二少爷的尸体至今未找到。作为妻子的韩志源也在管家面前假装悲伤。最伤心的是会长的妻子，丈夫在医院里生死未卜，管家根据警方推断，二少爷生还的几率为0。这番话让老夫人当场晕倒，家族的支柱接连倒下，让其他家族成员露出了自己的野心。但会长夫人必须保持坚强。在安排完所有人后，她独自坐在床边哭笑着，她感叹家族成员多年来为权位争斗，最终落到这种境地。大少奶奶收到了远方亲戚的祝贺电话，对方说她即将成为新的会长夫人。旁边的大少爷露出满意的微笑。这时医生通报了会长的手术结果，切除了40%的肝脏，能否生还就看命运的安排了。可能真正伤心的只有大女儿。车宇赫看到了她流下的眼泪，也许他不忍再给她带来伤害，因此他考虑了新的人选。在检察院，车宇赫的上司认为这不是普通的坠机意外，只是他暗中协助调查事故真相。电视还在播报搜救无果的消息，韩志源虽内心欣慰，却不敢表露，因为婆婆正躺在他旁边。但听到新闻说搜索工作已被放弃，老夫人竟笑了起来。她很快振作起来，打电话给管家召开董事会，选举新的会长。但话还没说完，转身就看到了突然出现的二少爷，这让老夫人吓出一身冷汗。她急忙询问他是如何生还的。儿子意识到自己让母亲失望了。这时韩志源恰好经过，看到这个死而复生的丈夫，他心中波涛汹涌，气愤地走进了消防通道。车宇赫正好看见了他的沮丧，便跟了上去。这里异常安静，看到女主泪眼婆娑，楚楚可怜，男主毫不犹豫地上前，女主并未躲避。这一幕全被二少爷看在眼里。随后就发生了故事开头的那一幕。你信缘分吗？这个男人本来只是想打个车，却偶遇了他未来的妻子。他当时并不知情，开车的女人是个富豪，他对她的道歉置若罔闻，只顾接着同事的电话。女人看他被溅了一身泥水，急忙上前帮他擦拭。男人本打算就此走开，可他不可能穿着脏衣服去开会，只得跟随女人到了一家高端服装店。他为她选了一套价值不菲的西服，催她赶紧换上，不必客气。男人换好衣服准备付账时，店员告诉他女士已经付过款了，他还额外送了她一双皮鞋，既是临时相识，不妨就收下了。到了晚上，身为检察官的他与一位女律师商讨案件，韩志源再次出现。男人感慨世事巧合，哪知女律师介绍韩志源是他的弟妹，两人假作不相识。韩志源想要离开，却被大姐拦下，邀请一起喝一杯。恰巧弟弟出差了。在聚会上，同事惊讶于车宇赫身穿名牌，他诚实地说是因为被女司机溅了泥水，开玩笑说那人钱多人傻，给他买了套名牌。韩志源明白他在讽刺自己，同事却看穿了车宇赫的伪装。他曾在报社工作时写过关于韩志源的文章，
本是老对头，却装作不认识。原来车宇鹤一眼就认出了这个偶遇的女人，那个依附富豪的小明星。而韩志远却是此刻才恍然大悟，他怎么也不愿再见那个曾散播谣言的记者，却不知命运早已将他们紧紧相绑。韩志远到司法所进修时，车宇鹤身为检察官又巧遇了他。午餐时间到了，车宇鹤依然礼貌地跟他打了个招呼，但韩志远对他恨之深入骨髓。他追问车宇鹤要为那篇旧文道歉，车宇鹤却认为他嫁入巨山集团只为财产。他们争执正酣时，一名犯人挣脱了安保束缚，狂冲进司法大厅，在前台抢了把水果刀，突然将刀架在韩志远脖子上，要求检察官们快准备车辆让他逃离。韩志远不想欠他人人情，本能反抗却遭到犯人一拳，他当场昏倒。车宇鹤见状立刻冲向犯人，却被犯人的刀子划伤手心。他忍着疼痛试图制服对方，扭打了半小时才有工作人员来帮忙。韩志远已昏迷不醒，车宇鹤抱起他急送医院，他因内就在医院守护了一夜。韩志远醒来终于到了生险，他出院后邀请车宇鹤共进晚餐，两人用餐间谈笑风生。不料必要的角色还是出现了，韩志远显然害怕她的丈夫，旁观的车宇鹤似乎感到了不对劲，但那个男人演技太好，假意关心韩志远，还对车宇鹤表达了感激。注意到他手上的伤口，男人确定他俩关系非同一般。车宇鹤离开后，男人立刻露出真面目。回家的韩志远履行了他的承诺，和车宇鹤约定了吃饭的地点。他在清理房间时，不经意间碰到一本厚书，出于好奇翻看，书里竟藏着一个伪装的 U 盘。U 盘内容让韩志远惊愕，她没想到丈夫竟是如此人。她全神贯注地观看，却未察觉丈夫已站在门口。她看上去一点也不慌张，反而冷静地抽出皮带。韩志妍遭受了一番残酷的折磨。此时车宇鹤还在餐厅中等着她，直到夜幕降临才拨打了电话。韩志远已无力再接电话，车宇鹤直到深夜才离开餐厅，却在门口发现韩志远的车子。即使看到他在车内哭泣，他也选择了离开。无奈之下走进便利店，开始吃泡面。就在此时，他接到了韩志远手机上的来电。原来车宇鹤离开后，他返回包厢独自喝酒，见他喝到昏迷，员工便把包厢留给了他。本来想守护喝醉的他直至天亮，哪知他不到半小时便醒来，泪水满眼，向车宇鹤吐露所谓的傍大款生活是每日受尽非人般的对待。车宇鹤以行动给予了他安慰，他们从此成了好朋友。会长和他的儿子一起去山东威海出差，直升机还未离开韩国领空，机长突发心脏病，副驾驶未能掌控飞机，飞机坠入大海，冲出数百米，两位机长当场丧生，会长因伤入住 ICU， 社长的二公子至今下落不明。搜救队历经一夜未找到遗体，遗憾的是只有大姐为此悲伤，家族其他成员忙于争权夺利，会长夫人对二公子恨之深入骨髓，集团掌权的父子都遭意外，会长的位置理所当然就轮到了大儿子。他立即宣布召开董事会，话还未说完，二公子却意外归来。按常理，直升机坠海，应无生还可能，他却毫发无损，这是怎么回事？原来就在起飞前，会长接到一个电话，来自深圳的科研团队要来访，原本是儿子负责的项目，会长只好让他下飞机接待，因此他侥幸逃过一劫。但这一切都是二公子的计划，他早预料到会被派去接待，早在父亲的茶杯中动了手脚，得知机长有眼疾，将他的眼药水全部替换掉了，用了之后会让喉咙感觉干燥。这个茶杯里的是飞机上唯一的热水资源，预料机长会喝老板的茶，喝下去之后马上引发心肌梗塞。直升机事故发生后，一切都无法追查，社长立刻身为会长，掌握了整个集团。这时的大姐夫还误认为二少爷已经去世，便趁虚而入，利用二少奶奶的情感帮助自己实现报复。但他们没想到的是，这一切都被二少爷看在眼里。等到韩志源刚处理完事情出来，碰巧遇见了仍旧活着的丈夫，当场愣住了。二少爷显然不打算放过他，一把抓住他往停车场拖，到了消防通道，一个劲儿对他拳打脚踢，这样显然还无法平息他的愤怒。明知她怀孕，还是狠狠的下手，一脚踢在她的肚子上，让韩志源痛得喘不过气来。他可能都不记得这是第几次家暴了，对韩志源说，这辈子别想从他手心逃脱。韩志源每次都默默忍受，但这次男人实在太过分，他哭得越来越感到不甘，决心要进行报复，主动去了车宇鹤家，把所有的怨恨都发泄在这男人身上。倾诉完所有的苦后，半夜还是离开了他的家，一直到凌晨4点才回到自己家里。但他的异常行为全被大嫂看在了眼里。天还没亮，两个集团的保安开始在办公楼巡逻，一股刺鼻的血腥味让他们意识到了不寻常。走近一看，刚刚成为会长的二少爷已经倒在血泊中，但这一次他真的彻底死了吗？是的，管家立刻给老夫人打电话。儿子的不幸让老人并不感到意外，而是慢慢的上楼去通知大儿子。看到桌上的毒药空瓶，感到不祥的预感，走进洗手间才发现大儿子也已经溺死在浴缸中。我的天啊，真是太震惊了，幸亏他还没彻底死去。洗胃之后他又清醒了，
但二少爷的尸体已经安放在停尸柜里。韩志源面对着丈夫冰冷的遗体，她强忍着眼泪，没有让他们留下，直到她离开停尸房，被调查人员请去配合调查时，她才装作晕倒。韩国顶级财团家族接二连三出事，作为检察官的车宇赫得到上级授权，必须彻查整个事件。直升机的事故还没线索，如今连小舅子都惨死，这个复杂冷漠的家族，一时间让车宇赫感到困惑。但在他的部下调阅监控时，发现了二少爷和韩志源在停车场的可疑行径。车宇赫立刻回家找人，声称韩志源作为家族二少奶奶有重大嫌疑。他自己虽不是好人，却将韩志源带至问询室。集团保安在楼层巡逻，突然踩到了不明的液体滑倒，一看手上，天啊，是血！这血明显是从人身上流出的，死者正是那位刚成为会长的财团二公子，刚升职就遭遇横祸。调查人员立刻封锁了大楼，查看监控时，发现死者生前曾对妻子家暴，因此把嫌疑人定在了他妻子身上。可审问他的检察官却和他有不可告人的关系。由于审讯全程录音录像，男人刚开始还装作镇定展现专业，问他和丈夫之间发生了什么。韩志源反问，不是都知道了吗？男人害怕他会揭露他们之间的关系，但女人够聪明，在问询室里的回答都含混其辞。车宇赫拿出家暴的视频，含泪问他为什么不求助，却选择杀害自己的丈夫。韩志源保持沉默，家族的律师团及时赶到，指责检察官没逮捕令就扣人。车宇赫似乎小看了财团势力，二少奶奶就这样被保释了。车宇赫急切的不仅是要找出真凶，不仅是要证明心爱的人清白。法医通过致命一刀的分析，断定这不是女性力量所能造成的。高度戒备的集团大楼几乎不可能有外人潜入作案。车宇赫利用自己作为家族女婿的特权，对家族成员进行了彻底的调查。尽管老太太身上不干净，却始终不露声色。傲慢的大少爷还是老样子，跋扈不堪，挑衅说如果他有能力就找出证据，如果不是因为他是自己的姐夫，早就把他赶出家门。最后大少奶奶终于说话了，她目击韩志源凌晨4点才回家，二少爷的死亡时间定在了2点多，这样韩志源就不可能是凶手，因为在4点之前他们一直在一起。爱人终于摆脱了嫌疑，他本想向他好好道歉，看到他脖子上的家暴痕迹，车宇赫感到极度心痛，并通过行动向他提供了安慰。但他们都不知道，此刻大姐正赶来找韩志源。幸运的是，他们动作很快，当门开时，韩志源已经平静地坐好。大姐是剧中唯一心地善良的人，她没有对车宇赫产生怀疑，还告诫说不要因为他的宠爱就在家族中为所欲为，劝说他不要再难为自己的小妹妹。说完这些狠话后，又感到后悔，因为大姐真心爱着他眼中一直正直的人，甚至在他母亲面前也替他说尽了好话。但老夫人心狠手辣，在凶手尚未找到的情况下就宣布了葬礼。葬礼上老夫人也没有露面，几名调查人员伪装成宾客参加葬礼，直言不讳地对高傲的大少爷表示不满，讽刺他们应该省点钱给孩子买奶粉。警官们在表达完慰问后，毫不犹豫地掏出手铐，想要以嫌疑人的身份将他逮捕。因为在二少爷的指甲缝里发现了大少爷的皮肤细胞，这个消息让二少奶奶和大姐震惊。嚣张的大少爷绝不会束手就擒，他当场把调查人员推倒在地，撒腿就溜了，一路跑到了停车场，想要开车逃跑，但最终还是被车宇赫追上，就这样被制服了。可家族的老夫人绝非省油的灯，直接用手机拨打了检察长的电话。大少爷刚坐下没多久，母亲就冲进了询问室，即便是一贯公正的车检察官，也不得不屈服于这股财阀的压力。正当调查出现了一线曙光，结果又陷入了停滞。本打算通过韩志源平复自己的情绪，同时套取一些有用信息，可是对方甚至电话都不接，他感到十分不甘，反复研究每个家族成员的资料，通过血型比对，终于揭露了一个震惊的秘密：二少爷并非夫人亲生，而是家族长辈的私生子。这个发现让车宇赫看到了一丝希望，马上指派人手从直升机坠毁事件着手调查，还申请了对大少爷的传唤令。在上次母亲的保护之后，这次大少爷直接带了2名律师陪同，态度更加嚣张。车宇赫向他出示了 DNA 对比结果，指出二少爷并非他亲弟，却成了会长，因此他才将其杀害。大少爷顿时慌了阵脚，他说弟弟就算死1000次也咎由自取，于是找到了这个伪装的 U 盘。U 盘内容让大少奶奶更是心慌，妇人的丈夫刚去世，她便迫不及待的约会新欢，急着清理房间好让对方搬进来。打扫时无意中发现丈夫留下的2本书，出于好奇捡起来，打开一看，原以为是收藏版雪茄，打开一看却是个伪装的 U 盘。U 盘内容让她大吃一惊，原本以为是丈夫与女星的私密视频，没想到连大嫂也参与其中。她随即将 U 盘递给了检察官的线人。这财阀家族的私生活让车检察官感到不可思议，从此确定大少爷发现了2人的事，出于报复残忍杀害了二少爷，决心要再次逮捕大少爷。面对他的跋扈，车宇赫丝毫不退让，亲自冲进游泳池，给他戴上手铐。在众多证据的压力下，大少爷决定说出真相，只是他药瘾发作的厉害，因此他提了个条件，
只要车检察官给他弄点药来吃，他就什么都说。但这显然是不可能的，在韩国，吸毒是绝对不能容忍的，就算是老夫人也救不了他。到了晚上，他看着窗外的大雪纷飞，回忆起和妻子的浪漫往事，药瘾和幻觉让他失去了控制。他挣脱了2个工作人员的制约，直接冲向阳台。大少爷娶了这样的媳妇真是命苦。他嘴里喷出的血液也让所有的调查停了下来，连医生都不敢说他能不能活下来。这时车宇赫还蒙在鼓里，他还在和韩志源享受大雪中的浪漫。当他得知这个消息，负责这案件的所有人，包括车宇赫都被停职了。他的儿子莫名其妙地遭到了坠楼，老夫人肯定会让车宇赫付出代价。家族里的大姐为大哥的遭遇痛心，她决定关掉自己的律师事务所，回到家族为大哥洗刷冤屈。大姐的变化也让老夫人感到欣慰。停职的车宇赫对 U 盘的事情耿耿于怀，毕竟 U 盘里的内容让他心爱的人受了伤。他决定去找那个知情的家族大嫂，那个真是个心狠手辣的女人。她丈夫躺在医院，她却情绪高涨。当车宇赫拿着 U 盘找到她，大少奶奶一时语塞，得知车宇赫已经看过 U 盘内容，她直言不讳地说她丈夫只是家族的傀儡，她要吸毒，要么游玩。她曾以为二少爷是真心弥补她的需要，后来才知道他拍视频是为了股份。大哥你别说，二哥你们都一样。车宇赫担心 U 盘内容再次伤害韩志源，于是当场就把 U 盘摔得粉碎。他决定把所有时间都用来陪伴韩志源。但在镇上的医院门口，韩志源说他要去见闺蜜，下车时忘了他正充电的手机。车宇赫接到了妇产医院的电话，他立刻跟了过去。他假扮成对方亲属，到了医院门口才知道韩志源在做孕检。让他吃惊的是，他不知道孩子是谁的，毕竟韩志源怀孕才3个月。他站在那里，一时间不知如何是好。他还不知道老夫人已经采取行动了，他派出了韩国顶尖的拳师，意图要置车宇赫于死地。但车宇赫毕竟是检察官，身体经过了长期的锻炼，尽管身高不及拳师，但他的气势却丝毫不落下风。然而拳师毕竟更专业，无论是体力还是身高都占优。几回合过后，车宇赫已晕厥过去，拳师抓住他的脖子，掏出了锋利的刀具。就在这紧要关头，拳师突然接到了一个电话，是老夫人命令他停手。事实是，大姐偷听到了老夫人和舅舅的谈话，得知老夫人打算对车宇赫下狠手，大姐便谎称车宇赫知道遗嘱的下落，如果车宇赫死了，遗嘱也就无从谈起，这才使得老夫人命令拳师留车宇赫一命。大姐急切地寻找受伤的车宇赫，而韩志源已经接到了医院的电话，他像疯了一样四处寻找，最终在病床上看到了满脸伤痕的爱人，他立刻泪流满面。大姐跟着线索也找到了医院，恰好目睹了这一切，这让大姐心如刀割。她无法相信一贯正直的车宇赫早已和韩志源有了关系，想到他们曾在她面前装作互不相识，她感到一阵恶心。就这样，本是家族中最善良的大姐也变得冷酷无情。作为女人，需要多宽广的胸襟，才能忍受这种背叛。女人刚救了男人一命，却在医院看到他和自己的弟媳亲密无间。通过他们的对话才明白，他们早已相爱。回想起每次聚会，这对男女总是装作不相识，这让他感到毛骨悚然。他为这男人历尽艰辛7年，帮他成为了检察官。随后他以大女婿的身份被介绍入家族，而现在大哥因为他的错误躺在 ICU 里，他不愿就这样看着7年感情就此淡去，他不甘心这样的结局。他赶到医院，恰巧与出门的弟媳擦肩而过，望着昔日深爱的人沉睡的面容，他想抚摸他的脸颊，但泪水中的手最终还是收了回来。终于到了车宇赫出院的日子，2位女士都在为他付出院费。韩志源注意到了正在排队的大姐，他本以为能从弟媳那里得到些真心话，没想到对方却说是来医院看病的。他提议一起去见个朋友，大姐收获了意料之中的绝望，她没有揭穿他们，选择了沉默。接到管家电话，她便匆匆离开了。她来到已经清醒的大哥身边，告诉他车宇赫背叛了他，他决定不再容忍他的放肆。他联合家族律师团开始行动，很快就找到了大哥不在场的证据。车宇赫因此失去了在家族中的立足点。之后他把所有精力都投入到韩志源身上。他们调查电话记录发现，二弟生前最后一个电话是给韩志源的。他们约韩志源到夫妻俩以前常去的餐厅，故意唤起过去的美好记忆，直接拿出通话记录进行质问。虽然2人关系彻底破裂，大姐心中仍存对车宇赫的一线希望。她本打算将通话证据交给车宇赫，却在开门时看到了韩志苑家里的高档鞋子，原来他们早已同居了。助手提供的银行账单让他更加震惊，数月来在医院产生的费用证明了一切。他断定韩志源已怀孕，他需要弄清楚一个事实，这孩子到底是谁的。韩志源认为既然丈夫已去世，这一切都与人无关。果不其然，最伤人的话不须带脏字。韩志源被气得浑身发抖，突然间他瘫倒在地，捂着疼痛难忍的肚子。听到他大声呼喊闺蜜的声音，大姐犹豫着是否要过去帮忙。这时韩志源已经没有了力气，他当场晕倒了。车宇赫接到了韩志源闺蜜的电话，幸好私人医生已经对他进行了诊断，检查结果显示孩子并无大碍。车宇赫送走了医生后，
大姐早早的就在外头等着了，她决定要找他好好问个明白。这个男人似乎已经习以为常背叛，彻底忘记了自己是怎样走到今天这一步的。这种浑身发抖的感觉，很多女生都能理解。而此刻的家族大哥也被妻子的行为彻底唤醒了斗志，他想要让那个毒妇见识一下自己奋起的模样。他振作精神，开始掌控整个巨山集团，甚至连一向强势的老妈都不放在眼里了。我真心希望他们兄妹能联手，给那些理所应当的背叛者一记响亮的耳光。大姐在被逼无奈黑化之后也没闲着，早已收买了车宇赫身边的人，随时掌握他们的一举一动。更厉害的是，他们竟然想到搜集民间无人机爱好者的资料。巧合的是，一个无人机操作者恰好拍到了集团大厦内不可思议的场景，故意将存储设备带进了调查机关。工作人员一打开资料的那一刻，所有人都目瞪口呆，立即召来检察官车宇赫查看。居然是韩志源拿着利器对着丈夫的画面。这样铁的证据让车宇赫瞬间愣住了，一时间他失去了检察官应有的冷静，直接让新闻曝光了出去。财阀家族二少奶奶残害二少爷的新闻震动了媒体，媒体一片沸腾。然而大姐已经预料到车宇赫不会坚持原则，如果他敢心存思念，他就会将他们的事曝光。车宇赫当场撕毁了照片，这个男人完全为了韩志源改变了面孔。无奈之下，大姐只能向母亲求助，这种事自然是老夫人乐于插手的。她立马给检察总长打了电话，告诉他不用顾及家族情感，处理的越果断越能显现他的公正无私。车宇赫在媒体和同事的双重压力下，经过几小时的艰难思考，最终决定亲自逮捕他心爱的人。这时韩志源也正在准备出国逃亡，他们在机场将他拦截。那位嫁入韩国财阀家族的女明星遭遇了何等的悲惨，只因少爷一时不快，就把她带到隐蔽处，一个耳光狠狠甩了过去，接着是一顿拳打。即便女人已有身孕，他依旧毫不留情地下手。女人实在受不了二少爷的持续虐待，于是他提出离婚的要求，但男人早已握有他的把柄。他拿到了他与一位检察官约会的照片，一旦离婚，他就要把这事曝光，让他立刻和检察官断绝关系，乖乖回到他的身边。即使每天遭受打击，也是他命中注定的。然而在他看来，检察官是他唯一的生存希望。正当他拿起照片准备离开的时候，男人突然把他拉了回来，想要强迫他做出违心的事。女人挣扎后回手给了他一个耳光，这一下正激起了男人的愤怒。他还手的耳光让女人眼冒金星，抓着女人的头发逼她低头，喊出撒浪嘿。女人还是只顾着反抗，结果被他掐着脖子按在桌上。他痛苦万分，但他挣扎许久也没能逃脱。女人抓准机会将他拉开，手里的锐器直指着男人。正是这个场景被路过的无人机拍下，现在他成了杀夫的嫌犯。因为二少爷当晚家中惨死，深爱他的检察官眼见铁证如山，泪眼模糊，但他不可能当众包庇他，毕竟同事们都知道他们之间的关系。他只得把他带回审讯室。亲神所爱无疑是一种折磨，但他必须保护自己眼前的爱人。韩志源已经没有了活下去的勇气，他不愿连累爱人，一位检察官。面对他的询问，他总是选择沉默。车宇赫知道沉默对他不利，但他也不能违反韩国法律，毕竟他的上司和同事都在监控他们的对话。在正式逮捕令下达前，车宇赫开始搜集丈夫虐待她的证据，这应是调查人员的工作。身为检察官的他却去医院调取病历，然后找离婚协议的律师了解情况。韩志源丈夫生前的罪行证据都在他手中，他把这些证据一一摆在韩志源面前：背部的跌打伤、软组织的挫伤、手臂的骨折、鼻梁的骨折。车宇赫含泪朗读着韩志源的医疗记录，这女人7年的苦难真是难以想象，最严重的一次头骨都裂了。这证据能够为韩志源减轻罪责，期盼他能坦白杀夫的真相。韩志源眼中泪花闪烁，车宇赫是唯一理解他苦楚的人，他清楚眼前这个男人在保护他，生活的希望又重新燃起。他决定不再像羔羊般任人宰割，但他又不想连累车宇赫，于是起身对他说，拒绝回答任何问题。车宇赫感到绝望，所有同事对他的沉默感到无奈。车宇赫在上级压力下，在逮捕文件上盖了章，而韩志源心里正酝酿着一场大复仇。多年的折磨者已经死去，他要复仇的对象是谁？那位老夫人显然是下一个目标。他召来了家族律师，要求见一次婆婆。韩志源本已离开了这个家，但律师带来的字条让老夫人心惊肉跳。原来他手上正好有老会长的遗嘱，婆婆却认为他是凶手。根据法律，犯事者无继承权。别忘了韩志源肚子里还有孩子，这让老夫人不得不妥协。韩志源要求家族人士将他抱出这里，老夫人立即汇集律师团。在大姐看来，这都是小把戏，于是把律师们都轰走了，向老妈保证自己能解决问题。显然大姐不会真心帮忙，了解前情的都知道车宇赫对她做了什么，她也要让韩志源为此付出代价。车宇赫也知道了父亲被害的真相，杀父仇人竟是老夫人。韩志源和车宇赫现在有了共同敌人，接下来的局面值得期待。一对恋人将对抗整个家族。男人刚进入楼道，就听到一串诡异声音，感觉似曾相识，目光被柜子吸引，打开柜门一看，
果不其然，是一部手机。手机屏幕上沾满了血迹。他立刻接起了那通电话。这种情景早已司空见惯，而通话记录里竟然标记着他的名字，让身为检察官的男人顿感不妙。他一回家就翻看手机相册，此刻他还浑然不知，这把锋利的刀正是刺杀他父亲的全过程。直到他打开了语音备忘录，发现里面有一段10几分钟的录音。男人听得越来越心慌，他万万没想到，这段录音竟完整指出了杀父真凶的全过程。那么是谁把手机放进柜子的呢？原来，这位白发老人曾是家族中的资深司机，他在国外挥霍封口费后，带着证据回来勒索，家族因此对他下了杀手。老人知道家族要置他于死地，就打电话给车宇赫，想要告知真相。但车宇赫正忙于救援自己的爱人，老人在家族追杀下侥幸逃脱，逃出升天时录下了那段留言，并悄悄将手机藏在了走廊柜子里。他刚走出来就被伪装的拳手抓住，当场就命丧西北。他手中的凶器也随之被夺，直到白发老人的尸体被人发现，车宇赫才顺藤摸瓜，终于找到了手机。整整30年，他怎么也没想到杀父仇人就在自己面前。作为检察官的他几乎快要失去理智，想亲手复仇那让他痛苦多年的仇人。他独自一人带着证据来到家族，找到了那位老妇人。当车宇赫提起自己父亲的名字，老妇人竟然流下了眼泪。难怪第一次见面时感觉有些熟悉。车宇赫只想知道真相，于是拿出了手机。面对铁证，老太太坦然承认，明白他父亲不是冲着公司控制权。至于真正的原因，他偏不告诉他，气得他要命。车宇赫一时失去理性，差点掐死老妇人。幸亏家中的管家和保姆及时出现，这才没有让他犯下大错。因为老妇人很可能是车宇赫的亲生母亲。他就这样因私闯民宅被警察带走。警察局原本就是他的下属机构，他此刻正纠结是否该抓捕杀父的仇人。家族的老夫人已经开始行动了，毕竟那是他从小培养起来的拳手，即便被刮伤了脸也不敢反抗。是他的一个失误让车宇赫抓到了把柄，给了他一个赎罪的机会，去结束车宇赫的生命。而家族的大姐已经通过内线偷取了车宇赫电脑里的资料，并花重金请人破解。看完多年积累的文件后，他终于明白了全部真相。从车宇赫在法学院故意接近他开始，他就一直是被利用的棋子。他的终极目的就是为了潜入他的家族报复之仇。他现在必须做的就是揭露车宇赫的真面目给韩志源看。他们本来关系就很糟，不管大姐怎么揭发车宇赫的恶行，韩志源都不会相信爱人也在利用他。直到大姐逐一拿出证据，韩志源的个人资料，她与丈夫关系不佳的证据，还有当年故意抹黑她的报道，连那场英雄救美也是有预谋的。这些让韩志源开始怀疑。回想起所有的巧合，不都是车宇赫的计谋吗？越想越气的韩志源，显而易见，大姐的计划成功了。韩志源刚走出门，正巧碰上匆忙回来的车宇赫。昔日恋人现在剑拔弩张，车宇赫即将为其背叛付出代价。因为一旦女人发狠，连我都怕，直接将车宇赫和韩志源约会的照片交给了他的上司。上司当即勃然大怒，这位检察官竟敢如此包庇嫌疑人。如果车宇赫还留在调查所，大姐就会把这事公之于众。就这样，车宇赫被直接赶出了调查所，却不知道大姐早在外面等着看他笑话，说他这次终于没法保护韩志源了。车宇赫这才惊觉，大姐也打算对韩志源不利，这简直是一箭双雕。于是他急忙冲回调查所，还好得到几个同事的帮忙，他才甩开保安，顺利的穿过走廊，最终见到了韩志源。车宇赫想要解释清楚，但是上级领导已经带队冲了进来，他和心爱的人的误会就这样更深了。失去了车宇赫的庇护，韩志源也将被送去首尔接受调查，他们的未来将如何，充满了未知。韩剧《通天塔》终于迎来了收官之战，剧中的每个人都面临着自己的结局，究竟是谁害了二少爷？时间回到最初的现场，韩志源并没有真的刺下去，手中的尖刀掉到了地上。二少爷从小就缺乏爱，韩志源是唯一真正爱过他的人。他看着自己的妻子决心要离婚，发誓再也不打他，要好好爱他。韩志源不再相信那个折磨他年的丈夫，这种话足以激怒任何男人，特别是对二少爷来说。当他试图掐住韩志源时，二少爷的秘书突然出现了，捡起地上的碎冰锥，直接刺向他的心脏。这一击无疑是致命的。为什么金秘书会帮助韩志源？是因为他早已受够了二少爷的虐待，不想再活下去，所以他答应了金秘书，只要帮他摆脱丈夫的虐待，他就愿意把自己的心脏捐给他病重的妻子。没想到金秘书竟然下手杀了她的丈夫，但是已经许下的诺言还是要兑现。金秘书的妻子在医院急需心脏移植，可到了手术那天，韩志源并没有出现。金秘书于是将他绑架。在路上，韩志源终于说出了自己的难处，她怀孕了，所以想要活下去。金秘书内心善良，决定放他一马。就在这时，他的妻子也去世了。本以为事情就此结束，没想到车宇赫在这时赶到，两人开始激烈争执，甚至将身材高大的金秘书推倒在地。这场纠葛让他们回到了最初的感情，但没想到老夫人的手下又抓走了他们。老夫人向来不信守承诺，还是按照他们之前的交易条件行事。
韩志源出来后，得到了老会长的遗嘱，现在他们要面临的是彻底的清算。但是车宇鹤并不会坐以待毙，他用钱包里的卡片锯断了绳子，不但把看守自己的胖子打倒，连老夫人手下的高手也被他一脚踢晕。他一个人就把韩志源救了出来。而这边家族的大姐得知自己亲生母亲害死了车宇鹤的父亲，开始对曾经的爱人产生了同情，打算打电话救他们，却被自己的母亲锁起来了。更重要的是，老夫人要确保会长选举能够顺利进行。到了选举日，家族的大少爷展现了难能可贵的坚韧，他为了证明自己能带领集团，咬牙站起来发言。在发表选举感言时，他连稿子都省了。但是在投票时，支持他的人寥寥无几，这让老夫人非常愤怒。他多年的心血都是为了让儿子成为会长，没想到大少爷把所有股份都转给了大姐。他不想再做母亲的傀儡，也不想看到集团落在母亲手中。最后兄妹俩还是团结起来，彻底摆脱了母亲的控制，大姐成为了下一任会长的候选人。老夫人也是惨啊，一把年纪了解到最后啥也不剩，连儿媳都来讽刺他，说他会在监狱中孤独老去。他正准备和大少爷环游世界，本以为可以高高兴兴的离开，却不知道老夫人已经怒不可遏。对这场家族争斗，我都感到疲惫，大少爷更是疲惫。他告诉母亲想过平静的生活，追求踏实的画画梦想。他还不知道儿媳已经去世。大少爷真是令人同情，他无辜受到这么多苦，儿媳才刚开始真心爱他，就这样离世了。车宇鹤和同事急忙赶到现场，指控老夫人的人又少了一位，但他已无翻身之日，余生注定孤独度过。每个人都领到了应得的报应，金秘书也不例外。韩志源选择了独自离开，因为他肚子里的孩子是二少爷的，他认为这对车宇鹤不公平。车宇鹤辞掉了检察官职位，但他错过了韩志源。1年后，大姐成功当上了公司会长，车宇鹤开始了律师生涯。他和大姐的关系也逐渐和缓，只是家族的餐桌上只剩下他一人。故事并未就此结束，车宇鹤作为律师申请会见老夫人，了解到他害死自己父亲的原因。原来车宇鹤的父亲曾深爱着年轻的老夫人，计划私奔的夜晚，车宇鹤的父亲却犹豫了。老夫人决心残忍，对于车宇鹤而言，这仇恨不必再追究。但他给老夫人带来了一条消息，真正的遗嘱是他起草的，大少爷是真正的继承人。这讯息让老夫人痛心，自己为儿子争取会长之位不择手段，却不知这一切原本就属于他。韩志源的闺蜜收到了他的问候邮件。车宇鹤根据照片的拍摄地点纬度，一路追踪到了日本，寻找了将近半个月，他们终于重逢了。